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美国政府是关门停摆了，很多人说这现在这裁员计划是不是也会出现呢？好，我们先看到的就是在这个美国的部分他们美中谈判之下现在有一个下马威吗？也就是川普预告嘛，说年底就要跟习近平来见面。那这个预计的场合就是在 APEC 韩国庆州这边那也说这个会逼中国大陆要买美国的大豆啦。好，川普是说我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那大豆就是讨论的议题。那他说会让大豆跟其他作物再次伟大。好，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则是说不幸的是中国领导层决定将美国农民，尤其是豆农作为贸易谈判中的人质或棋子。那鉴于中国拒绝购买美国大豆，所以华盛顿将支持美国农民，将在10月7号公布相关的消息。好，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美中的关税还是持续的在讨论当中，那休兵期也将到了所以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则是说接下来这个到 APEC 时候，可能川普跟习近平之间他们的谈判会有一些相当大的突破，所以这是也被关注的部分。那美国政府停摆这件事情也是很多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看到了美国联邦政府是继续关门，所以川普是要以裁员计划来进行反制，而且针对的就是民主党的机构所以蛮分颜色的。他说民主党不是愚蠢的人，或许他们这次这么做就是希望悄悄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哇，他真的很喜欢用再次伟大这个词好，那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呢，则是说民主党已经准备好要谈判了，但是他和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都还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共和党的电话。那我们看美国副总统范斯他则是喊话民主党说，两大党可以协商医疗照护的政策，但需要先让断炊的联邦政府重新开门，这也是总统川普的期待。所以看到美国的这个政治极化非常的极端，尤其是民主党共和党之间攻来攻去其实苦的真的都还是人民自己啦。好，那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则是说政府关门只会导致 GDP 的下滑，这不是讨论的方式。他说美国 GDP 跟经济成长可能会因此受到冲击，甚至连在美国工作的劳动者也都会受到影响。好，那川普自然还是要来管他的2026总不能2026选得很难看嘛。所以这个其中选举他还是要强势的推动像是跨产业的国家主导式的产业政策，希望能够减税跟投资来换合作，意图要重塑供应链跟政治筹码，但是也引发了自由市场倒退的争议。好，美国的经济乱糟糟，不管是内政经济都出现了问题，但是反观我们中国大陆他们的长假哇，还是人多到不行。我们看到中国的11长这个连假首日，其实铁路的客运量创了新高是来到了2300多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一个历史新高，已经打破了今年5·1的黄金周首日所以这个记录非常的猛烈。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标题写了，大家会念吗？人从众这个台湾有一个牛排馆的名字也是这个。好，那中国大陆的11长假各景区出现了超狂人海，像是西湖一天竟然涌进了超过44万人次啊。他说在同一城市停留7到8天的游客数量比2024年同期增长了50%以上大家会出游会消费代表什么？其实他们现在手上是有现金的而且消费的状况应该都还算不错，所以才有办法来出去消费，否则我看今年的11长假应该是没有什么人敢出门好，那当然中国大陆的11长假也看到了是空中的计程车他们说这个搭私人飞机15分钟就返乡。这个唐女士说她跟哥哥回老家探望，担心路上塞车。好，他怎么做？他开飞机回去，然后驾驶员就是他的表哥。好，他表哥陈先生就说经常开飞机回老家，村里的人都见怪不怪了呢不少乡亲还坐过我的飞机，这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好，他见怪不怪，但是我们看了真的是蛮羡慕的这没办法在路上走，那就直接开飞机回家，赞。好，那当然现在微博热搜看到第5名谁呢？鸡排哥啊，鸡排哥又出现了。我们看到真的景德镇上所有的鸡的胸部
大家都说应该都在鸡排家族这里了。看了现场发来的视频哦，大晚上的人还这么多，我的天儿啊！这个鸡排哥也顾不上情绪价值了，一脸严肃，全是完成任务996的班威尔了。那大家就哈哈哈的笑，哇，真的他的人潮非常多哦，这个看起来鸡排哥的魅力是无法挡。好，那我们再看到南昌的国庆烟火秀，现场人数是112万。然后呢，他们在看完了这个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跟这个5万余发的烟火共舞结束之后，武警组人墙就引导了烟火观众退场，庞大的人流紧紧跟着有序离场，如同一道移动的钢铁堤坝，那现场颇为震撼。好，这是中国大陆11连假期间的一些景况但是相比美国政府，看起来就比较乱一点。好，我们持续问亮哥。这个大陆政府还有推出各种商品的补贴啦，因为他想说11不就跟双11差不多，所以我估计网购也非常热烈啦，也非常热烈啊，不是只有实体店啦，还有景区啦。真可怕！这种时间出去玩，不是都在人挤人吗？这个不过还是显现他那个消费的景气还是蛮不错的啦。那要放8天呢？是啊，对不对？比我们过年还长呢，对不对？我倒是觉得川普这个他是说 APEC， 他会跟习近平有一个桌边会。然后要跟他提这个议题了可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很少会免费送给美国了，就是一码换一码，那我就不知道贝森特要拿什么去换因为贝森特好像也是昨天嘛，他说一定会令大家惊讶，说有惊讶的突破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因为。在马德里会谈的时候，贝森特有说嘛，说中国大陆有给了一个很大胆的提议我们要回去想一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做回应了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真的有所谓大提议那很可能就是做大的交易了台湾不买，一种说法就是台湾议题嘛可是台湾议题我的本来的设想是。川普去大陆的时候才来谈，才会谈这个可是因为大豆他很急对，所以会不会在 APEC 大陆就先给你一个 favor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不怕，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买大豆，去年是大概有2500万吨，那我可以先意思跟你买个200万吨那你如果毁约，我就立刻终止。所以。中国大陆还是有筹码的，就说因为大豆这个不是一次性的它是我可以分24期吧分12个月吧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中国大陆在上个礼拜跟阿根廷买大豆嘛，那是买120万吨，其实占美国的比重只有1/20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易如果真的要恢复到早年中国大陆早年跟美国买大豆是买了40几%现在只剩下20%，已经砍半了。对，那可是去年的交易总值是128亿美金，钱不小所以我们赖清德不是说主动贴上去吗？说中国大陆不买，我们买，帮美国爸爸解忧我们台湾他说分4年嘛，不是吗？我估计第1年一定是大豆了，因为帮爸爸解忧嘛你1年买25亿好不好？那就是中国大陆的1/5可是买回来我们台湾就头痛，因为我们1年跟美国买大豆只有6亿美元我不知道你买这25亿我们怎么办我们每天炸油吗？国军呢？这个不是人吃的都是机改的它只能榨油跟喂猪饲料我不知道台湾哪有那么多猪可以喂，有这么多油可以榨
我不知道，这接下来会是一个很大的问跟题，猪一样，不然就浪费掉了。好，问崇安教授。美国政府这次关门的议题其实也蛮复杂，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啦。1980年开始关了15次了。那最严重那是2018年那个川普那是为了盖墙嘛，他们就整个 shut down 了，那次损失了30几亿美金。但这一次最主要的是这样的那个美国政府他们每年9月底要审隔年的这个预算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避免乱花钱的，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法案就是这个反超支法。那你要根据反超支法的话，他们国会这个参议院中间就不能乱批这个预算。那当然每次都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又发明一个叫做临时开支法案，就是在这个要到期前赶快用一个法案，然后让大家两党可以这个协商，然后赶快过，不要让政府关门，因为过去太多例子了啊。这一次的临时开支法案这个我们在这个参议院的时候，民主党那个共和党的版本被民主党否决了。为什么？因为共和党说我们赶快延长一下，让它延长7个礼拜，让不要政府真的关门，因为很麻烦啊。那民主党说好可以啊，那你把健保补助的这个东西放进去，因为健保补助这个东西对美国的中产家庭非常的重要。比方说以75000块一家4口75000块美金，中产各位观众不要觉得很高产美国现在75000块是中产了有些州还是比较较低了那他这个如果这个健保补助到期了，他们没有延长，就这个法案没有过了，它就到期之后，他平均每家要付3300块到5800块的这个健保的这个支出，保险费会上涨，这对老百姓非常高的这个会负担上去，所以他们就在这上面争论不休。那共和党就川普说你们就是在替这个非法移民用这个健保所以我要把你关起来，而且他们还这个扬言，他说你们不过对不对？好，我们把你关起来之后，你所有的社会福利设施跟这些办公室都会关起来你们甚至我告诉你们，连 WIC 都会关起来。什么是 WIC？WIC 就是美国社会福利局就针对那些所谓中下阶层的老百姓，他会发就是营养票。你这营养票就是你拿着营养票，每个月，特别是怀孕中的妇女，你只要有诊断怀孕，你可以拿这个 WIC 的票，你去社会福利局你上个课，他帮你告诉你的营养学分什么什么做的，然后怎么吃然后他给你什么营养票，你用这营养票可以去领牛奶。1个月可以领到6-7加仑的牛奶，还有很多蔬菜水果跟婴儿食品他说我们连这个都会把你关起来那你们接下来的老百姓到底要怎么做？剥夺了小确幸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现在这两边最严重的这个非常大的在这个互相的这个纠缠啦那当然这目前看起来这个老百姓已经有感受一些影响，比方说我补充最后一个在这个 LaGuardia Airport 纽约这拉瓜迪亚 Airport， 因为它 TSA 有很多是公务员。他不但被放无薪假，他们现在可能要裁员那他就看到那个整个机场大排长龙，因为他很多人都是等于放无薪假了嘛。那接下来会影响到各方面，不只是美国国民，甚至国际的旅客或国际的留学生，你要申请签证也好啦，你要申请各种这种事情都会遇到一些麻烦跟影响。好，我们接着问帅将军。我觉得现在美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他。尤其你参照他这政党的一个斗争，再参照川普对军人所鼓励的这个要介入政治，这个美国的分裂跟这个内战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当然，他对这个很多的做法，我看里面前面你讲的那个资料里面有点蹊跷。美国的 F117重新出现。对不对？我听川普的演讲里面，大大的夸赞 B-52多好多好然后呢，一个空头支票6代机，我们讲那个看不到食品。那为什么117要出来？因为它现在空军的里面空了很大一块。为什么要强调 B-52？因为空军作战的力量，它上次就靠炸伊朗。炸得又准又好，吹了个半天，B-52已经50-60岁了，是，对不对？那你川普是你对军事认知不足呢，还是已经暴露美国的军武有问题了？所以他在对那些那100个将领里面怎么讲的呢？我关税可以拿了多少钱？我可以给美国军人加薪，我可以制造这个新的6代机。
又要造船，那明明当然美国没有造船能力了，又要造多少几十条战舰，甚至于还把现代的隐身舰看起来很丑啊，要恢复到战列舰。这个一半是我感觉到你对美国的军事你不知道，那胡说八道；另外一半呢，就是说你已经暴露出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没办法支持它现在保持优先的东西，因为117是个好飞机，因为太贵，后来就没有继续生产，但是它还保留在那里。为什么现在要浮出啊？战略轰炸机的两款嘛，117是隐身的，高音速的 ，B-52是老的螺旋桨的飞机，这两个要提出来，代表它战略空间中间缺了一大块，有断层了。有断层。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跟这个800位全球的将领通通都召回到了美国的本土。还要讨论什么事情呢？后来这个真相大白，竟然是坐着听这个赫格塞斯讲一些说不要肥胖啊等等之类的那甚至也有讲说不认同就离开。赫格塞斯跟川普对于军方都蛮强硬的，感觉上面就是要展现自己领导的威风跟价值。好，那真的就是不认同就离开，有第一位美军的高层走人我们来看到他是谁？他是资深飞行员、全球打击司令布希耶上将，自请退休。好，就是这个旁边右手边这一位好，赫格塞斯不是有批评说肥胖的将军会伤害美军形象所以告诉各级的将领，如果不认同可以自行离开。那现任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司令布希耶4星上将，他就说了，我退休。好，退休书这个送书面即可，但是大家知道吗？他是在社群平台上面发文。好，他就是故意把他的退休搬到台面上嘛。好，要做什么事情？自然是要给我们的川大难看嘛。好，那当然五角大厦现在也有个反泄密战升级所以华邮就披露说，赫格塞斯计划要推一个新规，超过5000名的工作人员必须要签署一个保密协议，甚至要随机的测谎。但是退休军官批评这根本是制造恐惧，他目的就是要再强化忠诚，打击异己。同时记者会骤减，新闻机构被驱逐，采访都得签下的是封口令。有人说美国是民主国家现在怎么看起来民主走到变有一点极端了好，那川普赠艾森豪宝剑复制品要给英王。好，谁跟他有问题跟纠结呢？我们来看这件事情也是显见川普非常霸道。他9月要去英国国事访问之前，就曾经找了前总统艾森豪相关的文物，可能是一把宝剑，或是其他象征艾森豪2战盟军最高司令身份的物品，他准备要送给查理国王。好，但是因为呢，艾森豪总统的这个图书馆馆长阿灵顿跟这个川普之间发生了冲突，所以阿灵顿在压力之下就马上请辞了。好，所以这川普的这个内阁团队真的是一直人不断的走这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但是现在看起来川普是不是也挑柿子软的吃呢？因为看到拉美这边的委内瑞拉根据美联社取得的美国政府备忘录，这个川普宣布是贩毒集团为非法战斗人员。而且说，其实美国如今跟这些组织正处于一个武装冲突，甚至指示五角大厦说，美国已经来到了关键时刻，必须动用武力自卫来保护他人，抵抗这些被指定恐怖组织持续的攻击。那委内瑞拉这边当然有一些回应，因为看到了5架美国的战机是巡航委内瑞拉的海岸，他们的国防部长就直接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战斗机胆敢接近委内瑞拉的海岸，所以这双方的冲突真的是越来越高涨。好，那联合国安理会也授权了5000人帮派
镇压部队进驻到哪里呢？海地哦，那希望能够终结失序的局面。那部队的人数是来到了5550人，是原本 MSS 特派团的2倍以上，而且还有逮捕权哦，是直接可以逮捕涉嫌参与帮派活动的分子，并协助当地海地当局打击武器非法走私。那除了拉美之外呢，现在军援乌国也好像是川普要做的重中之重。我们看到他批准了跟乌克兰的共享情报，说可能会援助乌克兰战俘，而且要直接攻击的就是俄国内陆能源设施。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不只提供情报给乌克兰，要更能精准打击俄国的能源基础设施，而且正在评估是否要提供射程达到1500英里的战斧巡弋飞弹，还有射程达到500英里的梭鱼巡弋飞弹等远程飞弹给乌克兰，但是目前还没有拍板定案。所以看起来川普现在跟普京好像又没有那么麻吉了。之前不是还曾经讲说什么是纸老虎嘛？所以现在普京也回呛说，你北约才是纸老虎啦！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战斧飞弹，就会引发新的危机升级。好，恐怕这乌俄战争还是打不完哦。好，那我们也看到欧美现在这个无人机的侵略还蛮多的哦，包含德国。这个慕尼黑国际机场在3号的时候就说，他们前一天晚上机场附近出现了无人机，那迫使航空交通的管制暂停运作，有17个出发的航班遭到取消，3000名的旅客行程受阻。好，最近就传出德国北部地区常常出现有不明的无人机，疑似对包含发电厂在内的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在进行监控。那当局已经开始展开调查。那还有丹麦似乎也有无人机的侵扰，像俄罗斯的影子船队中国籍的船长就遭到法国这边逮捕。法国检方在2号说，一艘疑似为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游船遭到法国海军这边登船扣查，据信可能已经涉及了丹麦最近的无人机事件。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没有该船的相关资讯。好，最后我们来看美国舰队首度加入了波罗的海哨兵，就希望能够强化北约的对空坚贞。好，相关的讯息我们还是看到了川普跟美国防长真的是对自己人很狠好，亮哥帮我们说明。坦白说，我真怀疑那800个将领对那个防长海格塞斯心存任何敬意根本就觉得你是什么东西啊！如果不是川普，哪轮得到你？是啊，那讲话几乎他有的根本就搞错对象了。坦白说真的要注重体能的，美国大概只有陆军跟陆战队了，海空军也要求身材吗？所以我觉得，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那个 DEI 嘛，就是还是把拜登以前的那一套，他也不是讲拜登啦，就是整个20-30年来所遗留下来的美国的一个军方的恶劣制度啦，就这个意思嘛，所导致战斗人员的平均素质下降了。那主要还是讲体能那这个到底有多严重？坦白讲，我也没看到数据的报告说难道有让女飞行员表现很差吗？海军女性会很差吗？可能陆战队啦，或者海豹突击队啦。可是坦白讲，这种女士应该很少啦。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我知道有一些事比如说西点军校，西点军校目前有针对非洲裔女生的名额，那这个他们就非常反对，说为什么要特别针对非洲裔的女生给名额？西点军校可是我觉得这个都是芝麻小事啦。大事是他决定要用军队来处理美洲还有国内的矛盾。这个才是大问题啦，很严重。那国内你那个国民兵要怎么使用，现在不知道了。对，比如说波特兰安提法的总部，你就调军队去打我还没有看到芝加哥Memphis 等等。那这个外打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因为川普这个 idea 是说他已经直接公布了，说委内瑞拉目前那位总统马杜罗是毒品的共犯。那难道这样你就可以出兵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美国国会还是要立法啦，不然对总统的战争授权就会被无限扩张，是会无限上纲吼。好，帅将军，我觉得这个犯了2个大忌，因为美国所有的基础院校、陆海空军官校，它的指参学校、宾克校，我全部参访过。OK， 美国自从内战死伤很大，所以他的军中的传统里面，军人不涉及政治，绝不涉及政治。结果川普这个演讲里面，全部是逼着美国所有的军人要去，敌人不只是海外啊，我们国内也有敌人呐。他把反对他的这些示威暴动统统视为敌人，要鼓励这些军人勇敢地对他们开仗。这个是美国几十年来的传统被破坏。如果说有人去拍他马屁这样做的话，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下面就变成有内战了。我跟你讲，以前美国西点军校跟 General Grant 这个维吉尼亚军校内战打得很惨烈，死伤很多，所以这种参与政治的斗争是美国军中很大的一个禁忌，你居然要破坏它。第二个就是亮哥讲的，你的军队去伸手到南美、中南美洲，到海地你去接管，海地毕竟不是你的国家，虽然是你的附庸，但你这种做法也太那个，这莫名其妙。对委内瑞拉这个东西，你嫉妒怎么会把陆战队摆那里？你摆明了就是要那个。第三个，我要讲一个很大的一个阴谋，可能大家没感觉。为什么最近盛传美国要把长城的飞弹要给乌克兰？这就是要给泽连斯基打鸡血。你放心啊，你现在也有能力打到莫斯科去了，你要坚持的抗战下去，然后又在挑动欧洲继续支持乌克兰，然后美国甩手了，把俄乌战场的责任交给欧洲，所以引起将来是俄国跟欧洲要不要干仗，还有美国你要不要介入？我看美国是不会介入，反正他就有点像那个挑动的一个胡须，把2个蟋蟀斗起来，因为眼看着泽连斯基的乌克兰已经快打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把长城飞弹给他，这会进一步的激怒了普丁更强烈的反击，那是不是诱导欧洲？本来也有一些国家主张让乌克兰还在继续当前面的这个替死鬼，所以将来普丁的反击一定会打到欧洲的军事基地，所以我看搞不好，欧洲跟俄罗斯会引起一个像世界大战一样。所以美国这种做法很恶毒的，他给你，他不代表他要介入这个战争，但是会挑起。已不是世界警察，是世界 trouble maker。你们去斗，你们斗弱了，我就是老大。好，崇涵教授，这一次在 Virginia 这个川普加上 Texas 的谈话，我觉得要贯彻一个意志，就是川普要大家听话，而且军人要效忠他啊，因为他讲了嘛，这是一场内部战争。他除了之前有讲过中国啦，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重点是，他把这次定位是他们面对一个内部战争，还有内部战争哦。他要 Hexas 充分的传话给大家，除了你要维持这个精壮的身材之外，你 DEI 要给我废除之外，就是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川普好，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大家还记得我们在6月的时候，有好几场这个所谓的城市抗议、示威暴动，甚至在川普生日的时候，还有举办那叫做 No King's Day， 就是所有的大城市，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啊，全部很多上来说我们不要皇帝呀、他说什么？川普你在做皇帝，大家要反抗他。这个东西我觉得川普在记仇，川普是一个很会记仇的人，对，千万要记得。所以这个他是个背景。再来就是呢，他要特别要知道是国民兵，刚才前面也讲过，国民兵的使用。我们记得在这个洛杉矶我们讲示威抗议那个时候，从6月6号开始，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是那时候 ICE 他们跑去什么？他们跑去加州像 Paramount 啊，那个地方 ，Paramount 那个 city，就是 LA County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全部是拉丁裔。他除了拉丁裔之外，很多是海外移民。那他除了没有身份，他们就躲在像，比方说卖家具的 Home Depot 啊，Apparel 那个卖成衣的里面，他们仓储嘛。那 IC 都知道去哪边抓，他一抓之后，
他们的那个劳工的领袖叫 Huego 就挡 David Huego 就挡在那个路口，不让他们抓那些人嘛。那一挡哇出事了，你抓我们头子，结果呢就在 LA 的市区，在派拉蒙，在几个这个 city 就开始抗议。那抗议的话，那怎么办？那川普就调军队进去嘛。他是第一次绕过了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他先派300个国民兵进去，后来又把陆战队也派进去，最后国民兵增加到4000人。基本上他就是说对内战争嘛，他说你 LA 要乱可以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管。所以我觉得川普在经历到过去这一段，不管是 No King's Day 或者是 LA 这个所谓整体的暴动，他觉得他的敌人除了来自于其他地方之外，他国内有一股在反抗他的力量。其实坦白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美国，比方说加州，去旧金山也好，去 LA 也好，或是大城市，那边许多人民对川普的观感是非常不好的。那当然你根本不用讲说这一次 LA 的这个暴动，他们其实有一点规模，包括他们会用什么塑胶这个弄路障啊，还烧东西啊，对不对？然后逼迫这国民兵射塑胶子弹，而且还射到人。那这种东西如果未来不幸在美国继续在有些地方擦枪走火啦，或者在规模在扩大，那川普跟 Texas 可不可以有权力足够的资源掌握第一个国民兵，还有国民兵的使用，还有他的将领能不能效忠他、忠心他？我觉得这个都是川普这一次为什么可以叫 Texas 要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把800个人全部叫去那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要做什么组织整顿啊、再造啦，什么新的改革，对，跟他炒鱿鱼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让一些你不服的人你自己走路。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等等，还有我们的退役中将帅化明将军会来到我们现场。好，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川普跟台湾之间尤其在关税晶片上面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尤其美国这边是先放话说晶片55分，那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则是说，绝对不会这件事情说过去没有，未来也不会答应。那提出了台湾模式作为谈判的方案，说会包含在美国打造科学园区，跟日韩、欧盟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好，一轮非常希望我们行政院真的能够坚持下去，因为我们看到了邻近国家更有主权的韩国跟日本。他们最后还是有提交到一些投资案包含是南韩这边向华府提交了一份修订后的方案，这规模是达到了新台币10.6兆的投资基金管理计划，正等待美方的回复。好，另外日本这边呢，则是说特使承诺投资美国是5500亿美元在美国这边说两国之间没有旗舰。好，所以到底真的会没有55分吗？很多人还是很担心所以我们看到蔡正元他则是说，卢特尼克就已经讲了嘛，台湾半导体产业要一半搬去美国。那郑丽君说不会答应，他认为这两个人都在讲废话，因为台积电的资产有3000亿美元，那即将有1650亿美元在美国。那其实这早就已经有一半到美国去了，所以卢跟郑两个人根本都在说废话。好，所以这也显现了这个台湾在细盾上面到底还能不能成为强而有力它还是要再观察一下。但我们也看到台湾到底有没有自保能力呢？很多人关心这个国造潜舰后续舰明年仍然是编119.5亿元。不过国防部长顾立雄呢，他说就后续舰的预算部分，就是原型舰一定要通过海上测试之后才会来进行动之。但是大家也是觉得本来就说11月要交舰嘛，但现在你看已经过了到10月份了，好像都还没有下文恐怕这个真的也可能是遥遥无期。那另外解放军不是也在模拟了斩首赖清德的新设施曝光不过我们看到国防部长顾立雄仍然是非常有把握，而且呛瞎说其实我们早就有掌握了，反斩首行动国安单位都有预应，但细节是不方便来进行透露。
那台湾的云林舰跟日本的瑞穗号在6月的时候，其实有在冲绳外海联合训练。读外新闻这边报道是说，这是台湾跟日本断交以来的第2次联合训练。我国的海巡署最大级的巡防舰云林舰有参与。他说，正在推动两方的这个常态化。那幽灵轰炸机复活，我们也看到美军的 F117A 是重出江湖哦。那这个 F117A 是什么呢？它其实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当中，就曾经以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一战成名，被誉为是幽灵轰炸机。好，那它是有这个夜鹰逆踪战机哦，在官方宣布退役已经是20年之后，它竟然神秘的重现江湖。好，这是军事网站哦说的，他说2架这个 F117A 哦，在9月30号被目击在墨西哥附近的一架美军空军加油机进行编队飞行。他说这罕见的举动哦，立刻引起了这个外界对于这个背后战略意义的一个热议跟讨论。但是中国大陆其实在南海这边也还是在部署，而且其实已经完全可以跟美国这边来抗衡了。我们看到中国的第3艘航舰福建号现身哦，那它是首度现身在海南省的三亚市的榆林军港。那南华早报就报道说，根据10月1号拍摄的卫星影像显示，这福建号跟现役的山东号是并排的停靠在码头。那这是2艘航舰首次同框出现在同一个基地。那同样在南海呢，也发现了说，像是这个无人水下载具哦，这是菲律宾渔民在南海这边发现了这个器具，长大约是3.7公尺。那标签上面是有中文字样，所以疑似是中共的部署。那美国海军的学会哦，则是认为说，这有可能就是中共对菲律宾这边正在进行情搜当中。好，所以他说不排除是为了进一步的侵扰活动来进行铺路。好，那我们再看到，依旧是中国大陆这边的商用卫星哦，他们也是持续的在精进。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他们载有154枚的这个战斧飞弹，也就是一个核潜舰，它非常高调的在南海这边驶入哦。那也被中国卫星实施监控。那9月26号，中国商用的卫星科技公司哦，他们就通过了他们公司所属的卫星，在中国南海捕捉到一组十分罕见的图像，也就是美国空军的海军的核潜舰上浮水面。所以很多人说，在南海这个地方哦，确实是比较有争议。那中国在这边已经是很多的武器啊、船舰啊，或者是卫星哦等等，都应用在了南海这边的布局，有可能是因为战略的部分正在进行这个讨论。好，我们首先还是回到最刚开始的这个台湾的晶片55分哦。当然，现在郑丽君说没有，也不会有这样的讨论。但是大家看到日韩呢，就觉得说未来的危机恐怕四伏。我们先问亮哥。这个还没有，因为郑丽君回来台湾当天，鲁特林克才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嘛，所以我不认为鲁特林克有直接跟他提了，因为我们看到郑丽君的谈判的议题叫做232关税和台美供应链合作，供应链合作就跟这个有关啦。那鲁特林克这个比较像是先底牌啦，就说我就是要这个啊。可是重点不是55分，重点是他说希望我跟川普卸任的时候，就是2028能够达到40%。哦，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因为它是指所有的晶片嘛，不是只有台积电的，所以他说台湾要向美国，他们估计过要投资5000亿美元，这个才是鲁特林克讲话的重点嘛。那当然，郑丽君现在会说我们不同意55分了，可是你接下来就会看到美国的手段了嘛。比如说美国就会跟你讲，你如果不来我这边投资到一定的比例啦，那半导体税会很贵哦。就是说你不来的又卖的，我就加税嘛。那到美国的就不用税嘛。那我就看你美国成本多少嘛，要把台湾的税加到美国那个成本啊，所以我是觉得美国还没有正式开始出手啊，因为我们已经听到了嘛，就说232税，台湾大概有60%到65%之间
的出口是属于这一类的。所以我们真正的关税，现在那个传统产业只是前菜而已啊，真正的是这个232关税啊。那美国第一个就是，他如果真的要求你在2028要到美国有40%，那他现在就会开始精算你每一家公司你的产值有多大。比如说我随便讲，比如说联电本来想说他大概去投资英特尔一家公司啊，他大概投资了10亿美金啊，那半导体税就豁免了嘛，因为美国前一阶段是这样讲的嘛，可是现在可能他就不这样讲了，他说联电啊，我们看一看你的这个总资产有多少，你要搬更多过来啊，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啊，我们不知道了，因为这个还没有浮上台面。那个鲁特林克只是讲一个原则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都理解错误了，都把它理解成台积电，不是啊，是晶片制造555分，不是台积电啊。因为台积电的计划，你去看台积电公布的，台积电现在2030年之前就要盖3个厂嘛，那就650亿美元哦，后面不是还要加1000亿吗？可是台积电还没有公布时间表，可是那个1000亿如果加上去，就1650亿了，那台积电的资产就已经过半在美国了，所以55分啊，我认为台积电是分12年左右要投资美国，要投资1650亿，那为什么时间要拉长？因为它还是要在台湾投资嘛。可是台积电现在的总资产只有2300亿美元，所以你去算嘛，你10年以后1650，那不是超过一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是台积电的问题，是他现在要来催进度，说，台积电本来是2030才会盖好第3个厂，那鲁特尼克现在来就说，太少了，我川普不好交代啊，所以你要赶快投资，要加进度啊。所以我们未来碰到的压力可能是这一种啊，就是说2028你要弄出多少比例到美国，我觉得压力真正是在这里了。好，确实我们也真的面临了这个美国的压力哦，但是有苦说不出啊，帅将军。你想想看，我们看台积电以前的战局啊，印度不是给他乱开个算嘛，他就对，不是台积电，那是鸿海，就撤厂撤资嘛。那个越南也有 B 计划，也是这样搞嘛。是。那台积电现在有没有这个魄力去跟美国搞这个名堂？你叫板，你要有自己的实力嘛。刚才亮哥讲的那个问题比台积电还严重了，你其他所有的厂都要40%过去，我不知道台湾还剩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今天听完那个川普对那些将领讲那个话。好像他不知道从凭空抓出来多少钱了，又可以给美国建军了，又可以给美国加饷了，把这个关税变成他讲嘛，他的字典里唯一就是关税。所以台湾现在郑丽君讲这个话，到底产生几分作用呢？对不对？这个55分，这是一个名词，我真的我不是搞经济的专家，我搞不懂，但是我只知道一个。川普要搂钱的计划是既狠又毒，没给你什么好客气的。你像韩国请全国之力要去投资5000亿啊，它比日本的经济量体要小啊，所以美国会放过台湾吗？我对这个事一点都不乐观，真的就是你身上有多少钱，他都在计算嘛，你荷包里有多少，我能把你掏多少。可是不要忘了，台积电所有的股东大部分是美国人了。你敢对美国政府有多大的抗力？我是表示怀疑。好，这个部分哦，确实大家都很担心哦，说我们台积电如果没有了护国神山在台湾的话，恐怕我们就会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战略价值。好，我们再问的是崇涵教授。郑丽君今天出来发表谈话说55分不可行哈，但是我们在国际关系里面常讲这种护从理论 bandwagon， 就是当小国面对大国的一些我们讲的一些问题或者它的需求的时候，你必须
要有所答应，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它的保护嘛。这种是就像那个草原上面的豺狼跟狮子之间是一种互从的概念哈。那台湾过去一直依赖在美国的保护之下，现在川普上来之后，想用经济的这种所谓经贸这个 coercion， 让他的友邦要多付出一点。我想，我不知道郑丽君在我们这边讲部分哦，可是他在美国的谈判代表前，他们到底是怎么讲的？因为你毕竟最终还是要回去谈判，而且要给美国一个底线。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不仅他讲哦，很多观察家都在讲。比方说何瑞恩 Ryan Haas 布鲁金斯研究员，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美台关系脱轨了吗？他开头就从什么？他从邱垂正在华府9月12号的谈话讲起。他说，不管是邱垂正也好，或是民进党的官员也好，还是用一套说法是台湾很重要，对抗中国的前线，而且呢，台湾在美国这边扮演很重要的科技角色。但是呢，他说民进党的官员还是用了一个老招，就是一直用骨牌效应，就是假如美国不挺台湾，就会发生像越南这种事情。何瑞恩讲，请不要再用所谓骨牌效应来吓唬美国人了。川普不吃这套，他说你们一直用错了骨牌效应。川普第一个他不信骨牌效应，第二个他把越南当作耻辱所以你在讲骨牌效应，川普不会喜欢的你们都搞错了。他说呢，不管怎么样，台湾的这个赖清德也好啦，其他的这些所谓官员也好，必须要思考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面对川普的需要，特别在经济、经贸甚至关税谈判，你们不要想要以拖代变。因为感觉前阵子就是你想要推到大罢免后，然后呢，如果他能全面掌控这个国会，接下来好谈嘛，因为得到关税，他就从国会这样直接过去了嘛。问题是大罢免失败了，他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他们怎么样跟美国谈。那就有一个说法是慢慢拖以拖代变，像这个韩国一样很会交涉谈到一个好的技巧，然后拖到川普下台之后看要付多少再付再说。问题是川普跟 Nick 他们都看在眼里，所以我觉得。卢特尼克他的这个说法55分，他其实表现出川普跟他的执政的团队对于台湾在这个所谓晶片，甚至是232上面，你们必须要很快的给出个答复他们要给上时间的压力。那当然啦，这个何瑞恩在这篇文章也讲了，他说川普这个官员他除了经贸上要你多付出之外，他在很多安全上面，他也希望你们台湾能改变过去的政策。你不要再讲说我们是什么抗中第一线啊，民主对抗威权啊，用什么价值为这个导向啊，他们不要，他们说你如果要买军火，因为你就买负担得起，我不会用军援各位观众朋友，军火交易卖军火跟军援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在前这个拜登政府的时候，他用总统提拨权他可以绕过很多复杂的拨款程序，他用总统提拨权把库存的武器说我直接拨给台湾。问题是川普还有比方说Lindsey Graham 这些共和党的人认为。台湾你付得起啊？你付得起，为什么还要给你军援？对不对？我们军援要花在适当的地方，所以川普说，那我的 PDA 总统提拨权我就不用了。台湾你付得起，请用买的。所以这一点呢，这个何瑞恩也在文章中写出说，台湾你必须要为自己的安全买单，必须要让川普团队知道，虽然台湾你目前的政局很复杂，对，反对党力量很强，但是你要试图的说服反对党，告诉他们，简单的告诉国民党跟民众党，你不要再阻挡这个军队的军购的杯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篇文章何瑞恩写的这个台美关系脱轨了吗？有一点硬，我觉得他有一点比较强硬，跟他前一篇文章说台湾没有失去美国有点差别。但是坦白讲，他切中要领啊，他直接切中要领。第一个就是邱垂正跟相关的这个对陆事务的，你不要再用那个对大陆的事情来跟美国这样讲，没有用。川普现在这个一码子归一码子，而且呢，川普是非常重利益的对啊，而且他没有耐心，在商言商了，没错。他也说不要谈民主与专制，对，好，所以他的2篇文章是有一些落差的，不过确实可以让大家来参考一下台美之间的关系脱轨了吗？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不知道。